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兔兔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的这期视频又是一期回应网友的视频。有网友很好奇我是怎么更换千兆网线的，可能有的朋友像兔兔之前一样，有几百兆的光纤，有1000兆的无线路由器和交换机，最后却只有100兆的内网速度。很有可能是你家在装修的时候用的是100兆5类网线，所以接下来兔兔将分享自己的换线经验。先看看我画的网络布局图吧。光纤入户后，直接通过弱电箱连接到了客厅的光猫上，光猫再用网线接到软路由，软路由接到交换机，交换机再连上一根网线，通过线管回到了弱电箱里的交换机，再由这个交换机用网线连接到所有房间，提供1000兆有线网。因为当年家里全部是委托的装修公司，这个弱电箱配得很小，什么都放不下，里面的网线布的也不是1000兆网线，就给后来的折腾埋下了伏笔。光纤入户后，就从这一根管子直接牵到了客厅，这是很多家庭的类似做法，但记得一定要反一根网线回来，不然和其他的房间联网就有问题。客厅用的光猫是后来买的，没有用电信默认的，因为我主要的设备都在这个机柜里面，所以从光猫出来的网线先接上了客厅的交换机，然后呢再用较长的网线返回到了弱电箱。客厅返回的网线，我用一个小的1000兆交换机和其他房间的网线连在一起了，这样所有的房间就可以连通有线网络了。这个插座是后来自己接的，事先有预留电线，但是接电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断电操作。首先试试里面的网线能不能拉动，如果很幸运可以轻松拉动的话，那你只需要把另一头的网线剪掉，接上1000兆网线，把线拖过去就行了。但记得固定的位置最好用铁丝或者是夹带捆绑，一定要牢固，千万不要仅仅用胶带来捆绑，这样并不牢固。我以前穿线的时候就很不幸，把线从线管的中间给扯断了，就真的很悲剧。不过还好有穿线器这种东西，在某宝上可以买到，它本身是很软的材质，顶部有一个弹簧子弹头，另外一端捆上1000兆网线，就可以穿过线管成功换线了。当然我也遇到过非常糟糕的情况，就是通往书房线管里面的网线既无法拖动，穿线器又穿不过去，试了好久我就放弃了。于是呢，我从客厅钻了一个孔连通阳台，再把网线从阳台接到了书房。这种方法迫使网线都外露了，有点丑，非特殊情况别采用。但是我爸呢，他就不信邪，一个人和书房的线管对抗了3-4天，润滑油都用了不少，还试了好几种穿线器，最后终于在不懈的努力下成功了。总之，能不能轻松换线和你家装修时用的线管粗细以及转角设计有关，有些装修用了很多反人类的直角，线管也很细，兔兔家也存在这样的情况，就导致换线难度变得很大。至于网线的用量，只能大概估计了。我买了80米的秋叶原的6类线，最后也只剩下这些了。所有房间网线都换过之后，当然需要重新接水晶头，这个网上都有比较详细的教程，在这里我就不一一赘述了。我当时是买了一套网线钳、测线仪和水晶头若干。测线的时候要注意，1到8个灯必须依次点亮才能说明接线成功。我比较偷懒，所有的网线牵出来之后都没有再接到网线插座了，直接接到了需要的设备上。完成后可以测试一下内网传输速度，我这里测的是从 NAS 上拷贝文件到桌面的速度，达到了1000兆网标准，提高了内网连接速度。有条件的朋友就可以使用无线设备的有线回程，间接提高网络连接的速度和稳定性。总之，如果你家还没有开始装修，或者是正在装修，那么在布线方面一定要有前瞻性，说不定我们很快就迎来10000兆了呢。如果你家已经装修了，也面临兔兔之前面临的问题，像我一样折腾一下不就好啦？那我们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见。